预示着饮食行业会非常的兴盛，但是当遭遇到损害和危害的时候，饮食行业就会出现食品的安全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，享受寓言的神奇朦胧，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。今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聊一聊六星连珠。2021年的2月10号发生了六星连珠，就是在同一侧水星、金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太阳、月亮形成一个连珠。印度神童阿比亚·阿南德预言会发生大的灾难、饥荒、经济崩溃，但是一样也有不同的诠释。网上美国网媒作家 Sherry 给出了他的全新的解释，让我们来坐着过山车翻腾一下。时间推回到最近2次的六星连珠，一次发生在2001年的5月20日，另一次发生在2011年的5月11日。咱们先说2001年这一次，这一次的六星连珠可是影响深远，非同小可。在这次六星连珠中，水星、金星、木星、火星、土星、太阳连成了一条线，这也是中国古书《史记之天官书》中所记载的日月二曜，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，七夏之国可以兵从天下，居实有德也，居虚无德也，上复下，下复上，有反将。美国在伊拉克发动战争，中国发生17次地震灾害，包括后来的汶川地震 8.0 级，导致10万余人死亡。那么那一次的六星连珠似乎预示着很多的灾难的降临。我们再走近一步看看，从风靡全球的365诞生花的角度，怎么解释这一次的六星连珠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六星连珠为什么会发生在5月20日，5月20日到底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365日的诞生花的含义。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流传着代表一年365天的花的传说，生日当天用特定的花来装扮自己，被视为是一种获得幸福的有效方法。希腊罗马神话中有花的化身，相反也有化身为花的众神，许多的诞生花的故事便是从中产生的。自古以来，基督教里就有将圣人与特定的花朵连接在一起的习惯，这因循于教会在纪念圣人时常以盛开的花朵点缀祭坛所致。而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修道院内，更是有如园艺中心般的种植着各式各样的花朵。久而久之，教会便将365天的圣人分别和不同的花朵合在了一起，形成所谓的花历，从而形成诞生花占卜的种种神奇传说。5月20号的诞生花是素树花 Horse Chestnut， 花语是恶作剧 Mischief， 花语就是指花的内涵的意思。那么这种植物的别名又称为马蹄树，它的枝干上有7个状似马蹄钉的斑点，仿佛是造物者恶作剧的杰作，因此素树花的花语就是恶作剧。受到这种花祝福而生的人是一个可爱的小顽童，时常为周遭的人带来欢笑。在5月20号这一天发生六星连珠，则是加强了这个花语的作用，也就是恶作剧被夸大。我们再来看一看 mischief 这个单词的意思，有顽皮、淘气、胡闹、恶作剧、损害、伤害、危害、不和、争执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从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之间，也就是在下面的六星连珠之前，会出现这个 mischief 的现象，严重时可出现战争或灾难。Mischief 这个单词是由 miss 和 chief 组成的， miss 是指错误的意思，
Chief 是指首领、长官、领袖的意思，这预示着会出现不合时宜的、不胜任、错误的领导者，预示着有一部分人像孩子一样不懂事，制造各种纷争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恶作剧事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和利益，但却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。好的正面的恶作剧会给周遭的人带来欢笑，如喜剧、相声、脱口秀、小品，这些娱乐会有很好的发展。素树花是一种食物，预示着饮食行业会非常的兴盛，但是当遭遇到损害和危害的时候，饮食行业就会出现食品的安全问题，严重时可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和健康。比如2008年出现的三鹿奶粉事件，导致29.6万的中国儿童住院。这一日的六星连珠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影响了整整20年，一直到2021年。为什么影响了20年？ Sherry 讲将来会进一步的解释。伴随着六星连珠，更神奇的是，外星人对这一时代的到来做了警告。就在六星连珠发生后的当年2001年的8月15日，英国麦田出现了一个外星生物的脸和一个光盘状的麦田怪圈。通过破解密码进行解密后，意思是警惕虚假礼物的人和他们的不信守承诺，很多痛苦，但仍然有时间。相信外面是美好的，我们反对欺骗，通道正在关闭。 Beware the bearers of false gifts, their broken promises, much pain, but still time. There is good out of there. We opposite deception, conduit closing. 这寥寥数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。第一，谨防虚假礼物的人和他们的不守承诺，意思是这一时代骗子和恶作剧者会越来越多，人类要懂得明辨是非，明辨真假，不要轻易的接受他们送的任何的礼物，也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。第二，很多的痛苦，但仍然有时间，相信外面是美好的。这句话预示着人类将经历很多的痛苦，但是仍然有时间进行反省和悔改，并且要相信外面的世界是美好的。这让人不仅想起了耶稣在被抓之前对他们的12个门徒最后一个晚餐，以及他安慰他的12个门徒。他说他要去天父那里，为神的子民安排天堂的住处，天堂是美好的，和外星人留言的相信外面是美好的对应上了。是否意味着制造麦田圈的外星人就是宇宙中的造物主呢？第三，我们反对欺骗，通道正在关闭。这句话很明显的在告诉人类，外星人拒绝人类的欺骗和造假，通道正在关闭中。我们若想得到天堂般的世界，首先要回到纯真的和淳朴的本质上，追求灵魂的洁净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与高等智慧生物见面和对话，并且走向高级的文明世界。我们曾经讲的刘慈欣老师的《三体》一再的提到过，当时大家记着吗？质子说的一句话：由于地球人的思维不透明，我不理解你们，我害怕你们。三体人最不明白的就是人类的谎言。关于谎言，我们将来单开一句。令人惊讶的是，8月15日这一天的诞生花是黄药子，花语是乡愁 Traveler's Sentiment。 这是否意味着外星人是地球人的亲戚呢？当他们旅行回故乡的时候，看到人类世界充满了欺骗诡诈，那么就心中充满了忧愁。 Traveler 是旅行者的意思， Sentiment 的意思是感情、心情、观点、感伤、感想。当外星人作为旅行者回归地球的时候，他们留下了这个光盘的印记，表达他们对人类的提醒。
而在2011年5月11日发生的六星连珠所在的诞生花是黄日光兰，花语是野生 wild nature，wild 意思是野外的、任性的、粗野的， nature 是指自然、天然、天性、本质。这预示着人类将越来越重视自然和人性，同时也预示着人类在不敬拜造物主的情况下将会肆意发展、任意而行，由此带来纷争和灾祸。2011年3月11日，就在六星聚会连成一线的前2个月，其射线已经开始对地球发生了影响。日本地震伴随着海啸，导致福岛核泄漏事件。此次的核泄漏被国际分级定位为最严重的7级特大事件。而当时在美国发生的黑命贵打砸抢的暴力事件，以及在中国北京发生的驱逐低端人口的暴力事件等等，这些暴力事件都显示了人们当时对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理性的，不是仁慈的，而是暴力的和野蛮的。前2次的六星连珠都是野蛮的花语占了上风。那么今年2月10号的六星连珠的花语又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一日的诞生花是丁香花，花语是光辉 bright 的意思是明亮的、发亮的、鲜明的、晴朗的、欢快的、生机勃勃的、聪颖的、机灵的、前途光明的。从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可以得到六星连珠的天象会和加强这一花语的含义有关，在未来的10年影响着人类。那么丁香花预示着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找，这里就播到这里，开玩笑啊。那么 Sherry 告诉我们，丁香花代表着纯真的爱情，花语是纯真无邪、初恋、谦逊、忧愁、思念、光辉，寓意着爱情和暗结同心的希望。这预示着人类对爱情和婚姻将重新定义，不再任意而为。年轻一代将更重视爱情的纯真和婚姻的美好，这是一个好的现象。 Oh my god， 嗷嗷狠，终于说到点子上了，说到心坎里了。难道这2021年适合交女朋友吗？这一日的诞生石是紫晶石，诞生花是紫色的花，也预示着这一世代的人们将对人类的起源、神学、精神、命理、星象等等越来越有兴趣。这个也确实的正在发生当中，人们对曾经恐惧的好奇的事情开始接受了、接近了、探索了。比如近期的多起 UFO 事件被披露，连贾玲都拍穿越剧了，说明世界大大的进步了。这一日的花语是光辉，光芒照耀大地，照亮地球上的每一个黑暗角落，很多阴暗的犯罪将被揭发。当很多隐藏在阴暗的犯罪大白于天下的时候，也可能发生争执、发生冲突，甚至战争，也可能由此造成经济崩溃和政坛的动荡，就像印度神童阿比亚所预言的一样。但是 Sherry 讲，我们坚信这六星连珠的未来10年，尽管有灾难，但这一切灾难过后，人类将会迎来光明的世界。诞生花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罗马神话时期，那时的大自然未受污染，处处碧海蓝天绿树，人类承受大自然的恩泽，不管是森林原野或仅是路旁的一朵小花，都叫人感受至深。所罗门说，不管人类如何的修饰自己，都敌不过一朵野百合的美丽。花与树木向来被认为是具有神秘力量，具有来自神的讯息，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各个地区都有拜树神的习惯，这都是如出一辙。说到这里就要问了，大家知道自己的诞生花是什么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都听到这里了，那就别忘了订阅和点个赞吧。独在异乡微客，每逢孤独看飘哥。Peace
and joy。